顾秘书真是又漂亮又能干，难怪在沈总身边待了8年。要么是沈总好福气呢，什么事都由顾秘书给他处理，连个骚扰电话都接不到。3天后就是我和沈墨川的8年之约。8年前，我接受了他的告白，却因为老沈总要他8年专心搞事业，不许谈情说爱，所以我们只能谈起了地下恋。也是在那一天，我心甘情愿地和他签订了一份为期8年的合同，在生活上照顾他，在工作上辅佐他，憧憬着有一天能够和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喂，沈先生，您前日订购的 DR 求婚钻戒已经到店，我们精心为您布置了求婚场地，诚邀您和恋人前往。DR 钻戒是那个一生只能定制1枚的求婚钻戒。沈墨川终于要向我求婚了吗？琳琳，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。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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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琳琳，她是琳琳，那我是谁？哎，我说沈少，这白光正主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家里那个替身金丝雀打算什么时候蒙上？那小姑娘爱我爱得要死，根本就离不开我。这事儿晚晚再说吧。月玲啊，都8年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知道你喜欢沈家那小子，但是也不能这么蹉跎下去啊。苏家是首富，他家儿子人品相貌那是样样都好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妈，我同意和苏家联姻。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妈，我同意和苏家联姻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有话跟你说。琳琳，我好爱你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躲什么？什么？我问你躲什么？放开我，沈墨川！放开我！墨川，不是说好等我试完婚纱一起回来的吗？你怎么先回来了？呀，你脸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还有外人在，收敛点。啊，不好意思呀，我随意惯了，没吓到你吧？哎，你就是陪在墨川身边8年的女秘书吧？顾月玲，顾小姐。对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我的秘书。你好呀，我叫温玲，是墨川的未婚妻。总有一个人
感谢你替我照顾墨川这么多年，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墨川以后有我照顾就行了。等一下，沈墨川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不用等到明天了。现在你未婚妻回来了，我想问问你，我们之间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又是闹脾气，又是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我和你当然是……顾小姐，你只是墨川的秘书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而且，你和我长得这么像，想必墨川留你在身边，也只是觉得亲切熟悉些吧？墨川，你说对吧？是吗？是啊，当初看你刚毕业，可怜你，把你留在我身边，让你住在这里，也只是因为方便可以帮我处理点杂事。满意了吗？呀，顾秘书住在这儿啊，想必你对这里的布局特别熟悉吧？那就劳烦你把我的行李搬到墨川的房间吧。反正我和墨川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也应该住在一起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秘书，不是你们的佣人，行李还是你自己搬吧。等一下，谁允许你收拾行李的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沈总，您未婚妻都要住进来了，我还待在这干什么？我不许。别动他！墨川，顾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墨川，我的手好疼啊！顾月丽，你有什么气冲我撒就可以了，干嘛迁怒温玲呢？把这些垃圾收拾干净。是他先动的我东西，要捡也是他捡。站住！顾月丽，你记着，我们是签过8年合同的，合同到期之前，你依然是我的秘书，要服从我的命令。现在立刻跪着，把地上收拾干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起来。失职联系，沈墨川，我发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心动。这8年，就当我眼瞎了。等合约结束，我们再也不见。顾秘书，你还真在这跪了一晚上呀？当然，顾秘书毕竟是我的秘书，我说什么他就得做什么。怎么样，顾秘书，知道错了吗？沈总说我错了，那我就是错了。膝盖不硬，嘴倒是挺硬的嘛。行，那就写份检讨，好好说说自己哪里做错了。中午之前交给我。顾秘书，
你以为你跪了一夜，墨川就会心软吗？别痴心妄想了。昨天那个八音盒是我故意打碎的，虽然那是墨川送你的第一个礼物，但是在他心里，我才是最重要的。今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哎，小孩，你是青年的朋友吧？怎么哭了？跟哥哥说说。哎，别走，给你看个好玩的。来，好啦，别哭了。以后啊，不管别人怎么对你，你这个野生哥哥会一辈子护着你的。拿，以这个八音盒为证。墨川和我说了，他只是可怜你，把你当成妹妹而已。你要是识趣的话，合约到期就赶紧滚，有多远滚多远，永远也不要回来打扰我和墨川。自甘堕落，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，我们经得起几次诚实。与其被牵绊下去，反目成仇的生活。既然如此，誓言和沈墨川，我都不要，再也不要了。检讨写完了。既然膝盖受伤了，这几天就不用来上班了，回家好好休息吧。家？您说的是哪个家？您跟温小姐的家我再回去，怕是不合适吧？顾月玲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和温玲只是结个婚而已，又不会影响你的地位，你究竟在闹些什么？只是结个婚而已，沈总还真是看得开啊！我就是太惯着你了，已经把你惯得无法无天了。行，既然你不愿休息，明天照常来上班。还有，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，不要来找我。出去！喂，月玲，明天我们在老宅办家宴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我早就跟我爸妈说了，说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他们早就想见见你了。好。明晚，就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让一切都结束吧。苏总，您为什么要这么着急，连夜飞到 A 市来找顾小姐啊？顾夫人不是说她已经答应联姻了吗？而且就沈家那个地位，您去参加他们的家宴，这也太委屈了。月玲跟沈墨川在一起8年，可沈墨川要和别人结婚，明晚沈家家宴就是要公开宣布婚讯。我担心他答应联姻是一时赌气，更害怕他承受不住。爸妈，这位呢就是我的亲闺蜜，我带她来见你们啦。总是听我女儿说，她有一个上进又善良的好闺蜜。今日一见啊，果然漂亮，而且面还很善。伯母过奖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青宁说你一直忙于工作，没有时间交男朋友。阿姨家今天的家宴可是来了不少优秀的小男生哦，需不需要阿姨给你引荐一下？他用不着。到底想干什么？青宁邀请我来的，朋友一场，
我不想扫他的兴。青宁不懂事，你也跟着瞎胡闹。我一会儿找个理由，你先走。为什么？怕你父母知道我们这8年见不得光的感情，影响你和温玲的婚事吗？我都说了，我跟温玲只是联姻，一切都是为了沈家。玲玲，一直以来你不都是最懂事的吗？不要叫我玲玲，听见这个名字我都恶心。墨川，怎么了？墨川，怎么了？你送我的那枚求婚戒指不见了，这可是你一生只能定制1枚的呀。你先别急，你好好想想，刚刚去过哪里？我刚刚去洗手间之前还在的呀。洗手间。顾小姐，我知道你在墨川身边待了好多年，难免会对上司有占有欲。可是，这枚钻戒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拿了，求求你了，可以还给我吗？沈墨川，念在8年的情分上，我本来想好聚好散的，现在看来，大概不可能了。要我说啊，这些女秘书没一个好东西，故意把自己打扮的跟温小姐那么像，山鸡就是山鸡，真以为耍点下三滥的手段就能当上凤凰？就是啊，居然还敢猖狂的偷结婚钻戒，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啊，就应该滚出 A 市！别胡说！拿出来。他的婚戒我没见过，也不稀罕。顾月玲，你屡次犯错，不就是因为看不惯玲玲吗？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做事这么没有底线，连求婚戒指都敢偷。我说了，我没拿。还在狡辩？行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不拿出来的话，我就叫人来搜身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今天不交出戒指，别想离开沈家。我也说了，我没拿。你记着，我们是签过合同的，我命令你拿出来。我没拿，有本事你就搜我身啊！啊，哥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认识月玲这么长时间了，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这没你说话的份。温玲向来善良，不会随便冤枉别人。如果他没做什么的话，干嘛平白无故的针对他？今天我要亲自给你长长记性。合约到期，沈墨川，我们彻底结束。什么？什么？我说合约到期，我1秒都不想待在你身边。站住！把话说清楚了。现在在说戒指的事情，不要转移话题好不好？我说了，我没拿。你们家应该有监控吧？自己去查，查到了就让警察来抓我，查不到就别来烦我。监控我自然会去看，但戒指是独一无二的，谁知道你出了这个门之后会怎么处理？哎呀，你，是我太粗心大意了，我忘记洗手的时候把它收在包包里了。顾秘书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可别放在心上呀。不需要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叫我顾秘书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温玲已经道歉了，你干嘛还要咄咄逼人呢？我咄咄逼人？那你刚刚是在干什么？杀人放火吗？你，我知道你担心我娶了温玲之后会不要你，这样我们重新订一份合同，你想填多久填多久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们重新订一份合同，你想填多久填多久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沈墨川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再跟你签一份合同？这8年来，我为你当牛做马，付出了我所有的青春。为了你，我放弃了我的梦想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什么都给你做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
月玲，你跟我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他要欺负你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替你骂他。没什么，我就是工作太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工作累了可以带薪休假，工作可以分给其他人去做。江秘书，再拿份合同过来。我说了，我不签。桂林，我给足你面子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墨川，既然顾小姐不想续约的话，你就别逼她了嘛。她离开了沈氏，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，你就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墨川，你干什么？顾月玲不过就是个秘书，不签就不签，你对温玲吼什么？再说了，难道他说的不对吗？对不起啊，墨川，我只是替顾小姐着想，我没有插手你们之间的事儿。桂林，你以为自己很重要吗？离开了沈氏，谁还会要你？你连现在薪资的1/10都拿不到。我要。早就听闻顾小姐才干不凡，在公司的重要项一点不亚于副总，苏某一直十分欣赏。请问你谁呀？如果顾小姐愿意，我想邀请你加入苏氏集团，成为我的首席助理。苏氏集团？他是苏氏的人？苏氏可是 A 市的首富啊，居然专门跑过来挖顾月玲。他是苏小姐，苏家长子，15岁就接管集团的商业天才，居然是苏小姐，好帅呀！苏修姐怎么这么耳熟？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听说今天沈总要宣布婚讯，我特意过来道个谢。没想到这么巧，刚好遇到顾小姐。苏总啊，您太抬举我们了。要是早知道您会过来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准备一下迎接您。用不着这么客气。如果沈氏能够割爱，把顾秘书让给我，也不枉我白来一趟。他呀，顾秘书和沈氏的合同刚好到期，可以随时和您签约。不好意思，顾小姐已经答应和沈氏继续续约了，可能你要白跑一趟。罗川，你胡说什么？那就解约，违约金我来付。不愧是首富啊，说话就是豪气。这顾月玲到底哪里好啊？哎，居然让苏军给他花这么多钱。就是啊，苏总可能误会了，顾小姐只是个普通的总助，担不起首席助理的位置，更何况还要付天价的违约金，不值得。哥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月玲她哪是不……闭嘴！我的确是当不起，但是我也没有答应和你续约。既然沈总这么看不起我，那不如趁这个机会另请高明吧。你少说几句。稍等，王川，过来。行了，顾月玲能被苏秋瑾看上，那是她的福气，说不定咱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卖苏氏一个人情。爸，顾月玲是我的秘书，凭什么她说要走就要走？我不同意。你疯了吗？一个秘书而已，要是能和苏氏搭上关系，以后你找什么样你找不到。听话。苏总，谢谢你的赏识，但现在我确实是不想再给任何人打工了。他想干什么？连苏氏都给拒绝了？难不成他觉得给的太少了？这女人也太有野心了吧？定是。那就不打工，我会把我名下1半的股份转让给你，邀请你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苏氏，这样可以吗？ 1半的股份，
那可是好几百亿呢。这顾月玲到底什么来头？连苏修锦都要给他1半股份。就是啊，这顾月玲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让苏修锦为他做到这种地步。怪不得我之前威胁他离开墨川时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苏总好气魄，不过你真的想花重金聘请这样一个私德败坏、勾引上司的荡妇进苏氏吗？温玲，温玲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没有胡说，不信你去公司问问，哪个人不知道他顾月玲心思不正？你是说顾月玲和墨川他们这个啊？是这样吗？怪不得沈总不肯放人。不是大家想的那样。过来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害死我！顾月玲想方设法勾引墨川整整8年，直到合同到期，他也没有得手，这才恼羞成怒，不再续约的。墨川不想放他走，也是为了苏总您好呀。我恼羞成怒？没错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来欺瞒苏总的，不过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。你敢打我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都栽赃到我头上了，难道我还要忍着你吗？顾月玲，再怎么说，温玲也是我未婚妻，虽然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，但你也不能以下犯上吧？以下犯上？前上司的未婚妻也敢踩在我头上拉屎？顾月玲，虽然我说的是实话，但是你也没必要动手吧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苏总，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好了，既然没有纠纷，那我聘请顾秘书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把合同给我。苏总，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？顾月玲她……温小姐，我做什么决策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说白了，我今天就是为顾秘书而来，你们其他人都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。喂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顾小姐，我仅代表苏氏集团正式邀请你加入，条件你随便开。顾月玲，你长点脑子行不行？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会轮到你？万一他是骗你的呢？我苏修锦还不至于骗一个小姑娘来替我打工的程度。顾月玲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签的话，顾月玲，好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的膝盖怎么伤成这样？在玻璃渣子上跪的。不用。伤口不处理会留疤的。苏总，我自己处理就可以，您真的不用。反正我们也是要结婚的，不必这么客气。结婚？苏家是首富，他家儿子人品、相貌那是样样都好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妈，我同意和苏家联姻。你就是我要联姻的对象？是的，初次见面，我的未婚妻。初次见面，我的未婚妻。谢谢。应该的。
怪不得刚刚你在沈家那么帮我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那份合同你可以收回去，我不占你便宜。也不全是，我的确早就听说你能力出众，否则以沈墨川的能力，沈家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，所以合同依旧有效。我给沈墨川做了8年的秘书，实在是受够了这种没日没夜当牛做马的日子，我实在是不想再这样了。而且温玲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追了沈墨川8年，跟他做了8年的地下情人。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们的婚约随时可以取消。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真的欣赏你，也尊重你的想法。如果你改变主意，苏轼随时欢迎你。苏总，顾小姐，我们到了。晚安，未婚妻。哦，你个顾月玲，敢拉黑我！哥，青宁，你赶紧给顾月玲打电话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她讲。哥，上次在老宅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她，这怎么可能还能搭理你啊？那还不是要怪你，谁让你带她去的？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跟她现在还是好好的。快点告诉我，她现在在哪儿？那你别管了。月玲的妈妈呢，给她找了一桩很好的婚事，现在啊，估计正在准备领证结婚呢。啥？结婚？跟谁结婚？那我怎么知道啊？不过听说家世挺好的，长得挺帅的，性格也挺好的。她怎么敢离开我，嫁给其他男人？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月玲她不只是你的秘书吗？怎么她结婚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啊？她不只是我的秘书，在一起8年，整整8年，她不可能会离得开我，不可能的。说什么？我不允许她嫁给其他男人，我把她找回来。你不能去！你已经和温玲姐求婚了，你还抓着月玲不放干什么？是想让她回来之后被所有人羞辱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妹妹，你听我说，她一直很爱我，她一直很听话。对，她是担心我，她是想让我着急才说会嫁人的，对吧？不对，是这样吧？不是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不许去！这是你亲手为我挑的婚纱，我穿着漂亮吗？是你喜欢的模样吗？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你乱动玲玲的东西，如果不是你在老宅的时候又往她拿了戒指，她根本就不会走。墨川，你弄疼我了，你放手！他只不过是个秘书，走就走了嘛，放手！不只是个秘书，我跟他在一起8年，一直都好好的，我答应要照顾他一辈子的。沈墨川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他只不过是我出国以后你找的替身罢了，你居然为了他吼我！不是替身，而且你穿这身衣服真他妈丑，还死贵，根本比不上他一点。沈墨川，你去哪儿？你回来！
跪上跳舞没跳动，要被爱里深锁压够敏锐。梦想有时候最怕一次没有准备。你真的不办婚礼？我现在还没有想好。再说前段时间在沈家闹出的那些事儿，现在要是公布出去，肯定少变风言风语。再等等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喂，玲玲，对不起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我跟那个混蛋让你跟他谈了8年的地下恋，让你有委屈都没有办法说出来。不怪你，这一切都怪我之前太恋爱脑了。反正沈墨川现在心心念念的白月光也回来了，我这个替身本来也应该退场了。玲玲，这不怪你，就怪我哥那个渣男，你离开他是对的。不过我刚才不知道把你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他了，他现在非常生气，要去找你。桂林，你在这干嘛？你要跟谁结婚啊？我不允许。沈墨川，我还没跟你说清楚吗？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跟谁结婚不需要你的允许。玲玲，你不要再发脾气了好吗？我们之间8年的感情，你不能因为你的任性把他们全毁了呀！8年的感情，难道不是像你兄弟说的那样，只有我单方面被你蒙在鼓里，被当作替身一样对待吗？那时候你都知道了。是，我不光听见了，我还亲眼看见了你对温玲求婚。不是这样的，我都可以解释。我和温玲是早有婚约，但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，只是见你的时候实在是太小了，我不能确定自己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不是兄妹之情。但是现在，直到听到你要嫁人了，我才知道自己爱的一直是你。你跟温玲早就有婚约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我像傻子一样被瞒着。沈墨川，你让我跟你签了8年的卖身契，这就是你的爱吗？你别到头来把自己也给骗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可以现在回去跟所有人说取消婚约，我娶的人只有你一个。你还没听清楚吗？是我不要你了，你要干什么跟我没有关系。玲玲，我不允许，你放开我！我不允许你跟别人结婚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再给我这机会，我求你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顾月玲现在是我的人，我警告你，离他远点，别再来骚扰他。你的人？他只是跟你签了个合同，怎么就成你的人了？我和他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闪开！你们干什么？苏修锦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干嘛3番5次的针对我？郑木川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回去履行承诺，别再来骚扰无辜的人，否则我很难相信一个出尔反尔、人品低劣的人能在生意上信守承诺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算不上威胁，我只是很讨厌跟不守承诺的人合作。还有，你要是再敢来骚扰我的员工，我不介意让沈家从 A 市彻底消失。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在关心我？我只是担心沈墨川那个疯子冲动之下会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来。放心吧，他不敢动手，沈家也没那个胆子。这有个东西给你，这是什么？就当是新婚礼物吧，打开看看。
绿水湾开发这个项目，我之前一直跟，就快签合同了，怎么你？我知道你一直想拿到这个项目，本来确实是要交给沈氏，但我觉得这个成果应该属于你，所以就交过来了。太好了！离开沈氏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项目。苏修姐，谢谢你。不用说谢，讨夫人欢心是我分内的事情。原来被人放在心上是这种感觉，没有炫耀，也没有自得，只是觉得理所应当。可惜这道理，我竟然花了8年才懂。开心懵了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只是觉得过去那几年真是瞎了眼，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。只要最后是对的，再辛苦也值得。对了，之前我和沈墨川签合同的时候，我妈当时给我介绍了相亲，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？是，我当时见你对沈墨川死心塌地，就没让阿姨再提。我不要听你的安排，我才20岁，你干嘛非这么急着要把我给嫁出去啊？而且我只会嫁给沈墨川，阿姐啊，月玲她还小，不懂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回头啊，我再劝劝她。没事，顾阿姨，既然月玲不愿意，这件事儿先别提了，我可以等。你可是苏氏继承人，有多少名门闺秀想要嫁给你，怎么偏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？其实从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认识你，你就转学离开了。后来我告诉姐姐，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你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让你记住我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宣布回去。自从顾月玲走了之后，你整天魂不守舍，公司也是一团乱麻。现在绿水湾开发项目也被苏氏拿去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不就是个项目吗？你再签别的就行了。那是咱们沈氏集团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了，马上到年底了。我问你，你打算怎么跟董事交代？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。听说顾秘书离职以后，把很多重要项目全都带走了。听老陈总这意思，是真的？唉，想想也是，之前顾秘书在的时候，每天最早到，最迟走，公司一大半的项目都是他拉来的。现在他走了，我也不想干了。听说是沈总的白月光回来了，看顾秘书不顺眼，硬把他逼走的。啊？聊什么呢？很闲吗？没有。不想干滚蛋！玲玲，你放心，墨川啊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不会不娶你的啊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，给玲玲道歉！爸，您别怪墨川，我知道墨川是因为顾秘书走了，还带走了重要项目，所以他才接受不了去追他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呢？沈墨川，温玲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就忍心辜负她吗？啊！你要气死我吗？墨川，我知道你放不下顾秘书，但是他已经背叛你了呀。我
才是真的爱你。算不上危险，我只是很讨厌跟不守承诺的人合作。还有，你要是再敢来骚扰我的员工，我不介意让沈家从 A 市彻底消失。我知道，那天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。这才像样呢。虽然顾月玲把项目带去了苏氏，但是咱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和苏氏搭上关系啊。过段时间，苏修锦要举办个商业酒会，到时候你带着温玲一起过去，好好维护一下，听见了吗？爸，您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墨川不会有什么事的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好。都安排的差不多了。辛苦了，夫人，先去换衣服吧。一会儿我要在所有人面前郑重介绍，你就是苏氏的新任副总，也是我的新婚妻子。好隆重啊！听说苏修锦有一个未婚妻，特别神秘，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。而且呀，他们已经领证了。听说今天那个未婚妻还会来呢。苏修锦对我的印象不是很好，到时候你和他的未婚妻好好相处。玲玲，今天我能见到你吗？顾月玲，本以为把你从墨川身边赶走就高枕无忧，可我还真低估了你的手段。只要我和苏修锦的未婚妻搞好关系，将你赶出苏氏，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这里？刘秘书，希望您呢一会儿能在苏总面前呢给我们美言美言。只要咱们合作愉快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能让华盛赵总敬酒的人，想必就是那个神秘未婚妻吧？墨川，我们也去敬一杯吧。您好，您就是那个神秘人吧？我一看呀，就觉得您气质非凡，特意来和您打个招呼。苏总今天要介绍的不是顾小姐吗？啊，我姓刘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听说呀，苏总对您用情至深，现在终于结成正果了，所以我和我先生呢，真心为你们开心，特地来敬您一杯。谢谢啊。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那个，苏总刚找了个新秘书，您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叫顾月玲的，她原来是我们沈氏的，我们都特别相信她。没想到呀，她拿着我们的重要项目背刺了沈氏，这才进了苏氏的。这个顾月玲啊，心思不正，很多事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您可要留心点儿。您可要留心点儿。别乱说。我乱说什么了？那么大的项目，临时换了合作方，连违约金呀都是天价，一定是这个顾月玲在中间做了手脚，才这么顺利拿来。说不定呀，这就是顾月玲在中间做的一个局，那些钱最后都进了她的口袋里。顾月玲，这下你死定了。温玲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不要乱说话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提醒苏总而已。别忘了，出门爸怎么嘱咐我们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会如实汇报给苏总的。汇报？你不是苏修锦的夫人？当然不是，我是苏总的首席秘书。什么？首席秘书？
苏修锦不是花高价让顾月玲当他的首席秘书吗？难道当时他只是为了气我，才答应跟苏修锦走的？那顾月玲呢？她人去哪儿了？抱歉啊，你们无权知道顾小姐的事儿。那你总应该知道你们苏总在哪儿吧？把他叫出来。他撬了我的秘书，现在人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。我想问问他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顾月玲怎么挽着苏总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位就是苏总夫人吧？真有气质。苏总跟苏总夫人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呢。今天介绍月玲给大家认识，不仅仅是因为她是我的新婚妻子，更是苏氏的新任副总。以后苏氏的重点项目都会交给她全权负责。苏总夫人不光有能力，还这么漂亮，难怪让苏总等了整整8年呢。是啊，是啊。苏总，刚才有人说夫人背刺了沈氏，拿走了他们的重要项目，才来的苏氏。人呢？难道她就是那个神秘的夫人？闭嘴！就是他。顾月玲，我现在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沈墨川，我的夫人不需要向你解释任何事情。夫人，好亲切的称呼啊！我想为什么会跟我突然分手，原来是早就找到下家了。刚从沈氏集团离开，现在就成了苏氏总裁夫人。顾月玲，好手段！沈墨川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和阿锦早在8年前就有婚约，现在我嫁给他，有什么不同？8年前，顾月玲，你少在这里编瞎话。如果你和苏氏早就有婚约的话，你会在墨川身边转了整整8年吗？我看你就是上位无望了，才找苏总接盘。接盘，温小姐，麻烦你说话的时候过过脑子，区区一个沈氏也配让苏氏接盘？所以这几年你一直在骗我，这种满嘴胡话的女人根本不值得我去挂你。苏总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顾月玲她就是一个见异思迁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可要小心点。你们还真是会倒打一耙啊！我在沈氏不过是为了工作，合约到期我就走人，这不是很正常？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围着沈墨川转了？他身边的朋友都知道，还有我也早有耳闻。你借着当他的秘书，借住在墨川家里，就是为了勾引他。你借着当他的秘书，借住在墨川家里，就是为了勾引他。还有这种事儿？以前确实看到他跟在沈总身边，没想到还有这层关系。苏总，如果顾月玲早和你有婚约的话，你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墨川身边照顾墨川的衣食住行，从早到晚，整整8年吗？是啊，苏修锦，你这个所谓的新婚妻子，在我身边嘘寒问暖了整整8年，这都忍得了？你们就算是丢了绿水湾的项目，也不用恼羞成怒到特意过来编一个谎言自欺欺人吧？谎言？那你就问问顾月玲，我说的是不是谎言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和沈墨川也有婚约？难道你会眼睁睁看着我在他身边嘘寒问暖8年？还是说沈总你
明知道自己有未婚妻，还允许一个心怀不轨的女人留宿你家，自呆就是8年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说你跟我有关系，你有证据吗？你，包括你身边的所有人，能拿出我跟你有关系的证据？我还有墨川身边的朋友都能作证，不信把他们叫来。他朋友肯定是帮着他说话呀，我说的是证据。有合照吗？能拿出任何证明我们关系的录音或者截图吗？8年，总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吧？这8年，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我从来不会留下和他的相关东西，也不许任何人对外说。拿不出来对吧？那你凭什么说你跟我有关系？肯定有，肯定是你这个女人为了嫁入豪门，把证据都毁了。墨川，你说对吧？不对啊，不对！顾月玲，你明明是爱我的，是因为我不能娶你，你才选择离开的。你为了跟苏修锦在一起，连我们8年的感情都不承认了吗？刚才不是说是苏夫人勾引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是两情相悦？沈总未婚妻还在这呢，他这么说，难道是余情未了？沈墨川，你拿不出证据，就别在这胡说八道，赶紧滚！如果你今天不承认的话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能证明。我能证明。青灵，你怎么来了？青宁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证明我在爸妈和你面前承认过和岳灵之间的关系的，是不是？我证明顾月玲和沈墨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什么？过去的8年里，我只知道岳灵是我哥的秘书，是他帮助我们沈氏有了今天的成就和地位。我从没有见过他们有任何亲密举动，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亲密的关系。我是你亲哥，你跟不上我外拐。哥，沈墨川，你妹妹都这样说了，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？哥，这8年本就是我们对不起岳灵，如今她好不容易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过上自己新的生活，你为什么还要破坏这一切呢？什么狗屁喜欢的人？他爱的人明明是我。沈墨川，你说够了没有？你看不出来他顾月玲眼里根本没有你吗？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根本就不爱你，我爱的人只有他。要不是你回来的话，他根本就不会走。顾月玲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走。是你对文玲求婚的，现在你说不爱她，还想把你的错怪到我头上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沈墨川，我说过，你要是再敢纠缠岳灵，我不会放过。从今天起，只要沈墨川在沈氏1天，苏氏永不合作。来人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凭什么赶我走？我不走！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归零！撒手！月玲，对不起啊，我要是早点知道你和我哥的事情，就不会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苏总，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哥说的话，月玲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个项目也不是月玲偷走的，是……我知道，那个项目是我撬过来送给岳灵的新婚礼物。你？天哪，那得多少钱呀？只要能娶到岳灵，让她开心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
你们不是临时起要结婚，未婚妻那个说法，我还以为是你们编出来的呢。当然不是，说起来我们也早就有婚约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婚约对象就是他。太好了，月亮，看到你幸福，我真替你感到开心。谢谢。就是想到一回家要看我哥发疯，看我爸骂人，我就发愁。他要是知道了苏轼不再跟我们合作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还会死皮赖脸的过来求情。苏总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吗？当然有，我只是说沈墨川在的时候不跟苏轼合作，其他人当然没问题。你们是说沈墨川这个人能力平庸，性格冲动，沈氏在他手里迟早都会落败。不如趁这个机会，你回家让你爸重新考虑一下继承人。你这个逆子！我说过多少遍，不要得罪苏轼！现在苏秋瑾放出话来，和沈家有不合作，你知不知道？这相当于封杀咱们沈家呀！我怎么会有你这个混账儿子？老沈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打了。墨川他也是一时糊涂，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办法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咱们全家一起过去，给苏秋瑾下跪认错，求他放他们一条生路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行。我不会去认错的，是苏修瑾他有错在先，要不是他的话，岳烈不会走，沈家更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？啊！看到没有，还不知悔改。要是当初把话说清楚，也不是今天到了这个地步。走，跟老子认错去。走，我们走。爸妈，我有办法，能不向苏秋瑾认错，也能救沈氏。什么？真的？快说。你好，我是沈氏集团现任总裁沈清宁，很高兴可以受邀来参加你的婚礼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以后多多合作。接电话，桂林接电话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了，接电话好吗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沈墨川，婚期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躲在这里不见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公司也不去，怎么？你想把沈氏拱手让人吗？我不会跟你结婚的，滚！不和我结婚？难道你想和顾月玲结婚吗？今天可是他和苏修瑾的婚礼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他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。滚！都给老子滚！为什么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出现在你门口？什么时候你又能陪着我？把我经历的所有痛苦中，你的誓言一次又一次过，所以是时间不对，都是我的错，还是我不值得？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我呀，都是我的错。星空下的他。
新娘，你愿意眼前这位男子成为你的丈夫吗？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他，尊重他，接纳他，永远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的尽头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我宣布，新郎和新娘正式成为夫妻。现在，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